乍一看到邮件的标题，几乎所有的日本网红博主都觉得这肯定是个恶作剧。美利坚出兵南极，还控制日本昭和科考站，甚至抓捕虐待日本科考队员，这怎么可能呢？在他们看来，美日同盟关系比这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同盟关系都要更加牢固。况且，日本一向对美利坚唯命是从，甚至带着十足的谦卑与崇拜，甚至日本人民每年还要大搞活动，来缅怀与纪念当年侵略日本、打开日本国门的马修佩里。当小弟当到这个份上，全世界范围内也是不多见的。这种情况下，美利坚怎么可能在南极对他们的科考队员下手？不过，质疑归质疑，人类的好奇心驱使着他们打开了邮件中的视频文件。这一打开不要紧，视频中的画面立刻将他们惊得目瞪口呆。荷枪实弹的海军陆战队正在冰天雪地的南极昭和科考站，用枪胁迫几名仅穿着内裤的日本科考队员，让他们暴露在极寒的环境之中。那些日本科考队员立刻爆发出疯了一样的痛苦哀嚎，场面简直惨不忍睹。同为日本人，看到自己国家的科考队员被这般虐待，几乎每一位日本网红的心里都非常愤怒。他们几乎在第一时间便将收到的素材发布到了网上，有的文案直接是愤怒斥责美军暴行，有的文案则是质疑这段视频的真实性，希望广大网友能够帮忙鉴别。毕竟现在 AI 已经越来越火，并且越来越普及， AI 视频的真实度也越来越高。万一这段视频真的是 AI 做的，那岂不就冤枉盟友美利坚了吗？这些视频一经发出，就立刻在日本互联网引起了轩然大波。绝大多数人都能看得出这视频肯定不是假的，因为它实在是太真实了。既然能判断视频不是伪造，那所有的质疑都集中在了美军为什么要对日本科队员动手。这些科考队员可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日本高层也在第一时间发现了这些视频，整个高层瞬间头大如斗，一时间完全不知该如何应对。通过渡边五郎的汇报，他们自然知道美军在南极的霸道行径，但是他们心里很清楚，自己根本就左右不了美军在南极的行动，所以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本以为这件事情只能放任美利坚去调查，但万没想到，他们竟然对自家科考队员如此虐待。其实对日本高层来说，美军对自家科考队员的虐待本身并不是不能接受，不能接受的是这种事情竟然会被人拍下视频发到网上。被他们这么一搞，日本高层就没办法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于是他们立刻通过外交渠道公开向美利坚表示了抗议，要求他们立刻停止对日本科考队员的侵害，并立即从南极撤军。短短几十分钟内，不只是日本提出抗议，包括华夏以及英法俄在内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都纷纷向美利坚提出严正抗议，要求他们必须就暗中出兵南极，践踏南极条约一事给出合理解释。此时的美利坚正值深夜，正在熟睡的白宫发言人在接到汇报的电话之后，整个人直接从床上跳起来，拿着手机歇斯底里的质问：什么？出兵南极的事情被曝光到网络上了？军方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身边大她30多岁的老公正在熟睡，忽然被她的质问吓得一激灵，人也从床上坐了起来，下意识地问：出什么事了，亲爱的？你吓了我一跳。发言人抱歉地笑了笑，说：出了点紧急事件，我出去接电话，亲爱的，你继续休息。说罢，他赶紧拿着手机走出卧室，对着电话愤怒地质问：我想知道，这种秘密行动怎么会被人拍到视频发到网上？电话那头无奈地说道：我已经问过对方负责人了， CIA 和国土安全局已经开始追查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了，但是对方隐藏的实在太好，视频是通过匿名服务器上传和发送的，根本无从查起。所以到底是什么人拍摄视频并且上传到网络上，
他们也不清楚。白宫发言人急得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真是一群废物饭桶。我现在就赶往白宫，你通知其他幕僚立刻赶过去，我要和他们碰面聊一聊明天对外的口径，看看怎么把这件事情合理的解释过去。对方尴尬地说，现在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如何向外界解释我们出兵南极，而是要向外界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对日本科考队员进行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这件事情才是目前最大的公关危机。有些人甚至说我们士兵的行为已经和日本法西斯当年的所作所为毫无区别了。什么？白宫发言人大惊，你是说我们的士兵对日本科考队用刑了？何止是用刑，是把他们扒光了，弄到零下60度的南极户外去了，而且还被人全程拍摄下来，发到了网上。我现在就把视频传给你，你先看一看再说吧。快把视频发给我。好的，已经发过去了，请查收。白宫发言人赶紧打开通讯软件，里面很快便收到一段视频。他点击播放，一点点看完视频中的内容，只感觉眼前发黑，强撑着调整片刻，他才咬着牙说，我现在就去白宫，你立刻通知所有相关人员到白宫集合。对方道，对了，现在几个常务理事国都发出外交照会，要求我们对出兵南极的行为进行解释。日本方面也要求我们就虐待日本科考队员的事情进行解释。他们国内现在群情激愤，已经开始组织游行示威了。你看咱们要不要通知大统领？白宫发言人想了想，哀叹说，现在已经太晚了，暂时不要打扰大统领休息。他最近因为岛上的事情已经焦头烂额了。最可气的是，比尔家的那个疯婆娘竟然想跟大统领极限1换1，简直就是无耻混蛋。现在正是我们全力以赴为大统领分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不要再给大统领添堵了。对方便道，好的，那我现在通知其他人先去白宫。好。白宫发言人挂了电话，便立刻回到卧室。一进卧室，她便直奔衣帽间快速换衣服。她的老公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衣帽间，诧异地问她，宝贝，出什么事了？这么晚还要出门？发言人一边换衣服，一边无奈地说道，出大事了，我必须尽快过去解决。